自从军入仕以来，披甲持剑的皇子赵匡胤见了不少，却从未见过郭荣这般身着缁衣、浑身泥水的皇子。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的继承人，终日在修葺清淤的工地上挥汗劳作。多年来无休止的藩镇相争和政权更迭，使官府无心治理河工，乃至于黄河两岸生民每岁接受洪水逼城、毁污淹田之苦。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当年在太原，秀峰有个秀才的混名，凡事看得开，有任侠的义气。每逢木休之日，他都会从府铺里拎出一瓮酒来，招呼众兄弟们野宴一番。古人说，太平全好做，万世人难存。这老身子天下，刀兵不断，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，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？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，纵然是做了天子，又有什么味道？那日秀峰对我说，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。这年月，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。太平天子，唐太宗是天子啊，算是幼武治太平。朕今年已知天命，可悲呀！50年了，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。怎么了？我再去取些酒菜来，你们爷俩好好说。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。哪些事情？太平盛世谈何容易？与其在此自怨自艾，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。怎么做？一曰，西朝争。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，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。不管是文臣武将，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，纵使天价，也应以大局为重，当任责任。接着说。二曰，治牙兵。天下之乱，多起于牙兵骄纵，以下克上，甚至更替妙奏。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，不应再有内外之分，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。白马一星教门，这我都知道。三曰，兴文治。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。朝廷治政，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。朝廷中枢不应该由5人军头把持。四曰，削藩镇。天下分崩已久，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，兼并不止。国家动了根基元气，黎庶饱受流离之苦。好大的一个梦！是梦，但不得不做。五曰，谋一统。天下之大，国家的税收、农事、水利、文教、政绩、通商，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。若朝廷都做不了、做不好，何谈一统？朝廷政令，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。就如大河年年泛滥，治河却比登天还难。只因上游有关中出镇，中游还有北汉割据，便是下游，荀彧前还有个慕容彦超，更别提南唐、西蜀、吴越诸藩了，各自成一统序。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，所谓的皇帝也好，天子也罢，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。这么多的事情，一代人是做不完的。
事在人为。阿爹，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30有5治太平，那就45、55、65。若一代人做不完，那就2代人、3代人，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，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左监门卫大将军、潭州刺史、镇宁军节度使太原侯郭荣，文资厚重，勇毅绝伦，修大河而存大善，治理术以宽民生，可开封府尹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功德使，判内外兵马事，策晋王。吾填我至公之举，但告遐迩，贤士闻之，主者施行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门下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3司礼谷可江南、吴越诸州、6宅巡访大使，右拾遗开封府推官王溥，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，可6宅巡访副使宣抚东南，以招朝廷致意，尔等忠纯素秉，贤士闻之，主者施行。臣等奉诏。此番李维真出使南唐、吴越，为的是息兵戈，结盟好，通商贸。连连兵乱，再加上天灾，各州县的府库空了大半。陛下有意休养生息，止戈不战。淮南、江南、吴越，自两晋以来，俱为鱼米之乡。若能南粮北输，朝廷这2年的日子便能好过些。诸侯分据已近100年，天下终归是要混一的。此番南行，也要观一观南人的风俗气宇。这南唐李氏、吴越钱氏，若能不动刀兵，而顺服王化，善莫大焉。此事怕是不易啊。吾自知不易，所以才会让文博先生和元老此番随李维真一并南行，以观风貌。观的不只是庙堂，还有江湖。一国的强弱，不只在兵甲，更在人心。若江南人心向里，吴越人心向前，纵然其兵甲不利，朝廷也自当忧服待变。这样，国华和仲勋也一并去，把吴越和南唐的虚实给吾带回来。诺。我与你说过，让你早去安息。我这不需要人侍奉。少熬些夜，公事总是做不完的。将筋骨打熬得结实些，给自家多争几份寿数。你说的倒是容易，世道艰难，天家尚且破败不能善终，阿爹要成100年太平世道，从朝廷到州县，千头万绪，多少事情等着人去做。我家在日，这些难处他都是能体谅的，从不和我说这些气话。
大王这话，臣妾可不爱听。世道艰难，残破的又岂止是你家？你没了结发的妻子，我却也没了少年的夫君，同是天涯零落人，谁又不知谁的肺腑？郭君贵，你若以为我及不上刘家姐姐，索性便说句明白话，我这就带着肚子回娘家去，总有口安生饭吃。我不过也就说了一句，就换来你这么多句埋怨。前年成婚之日，我便与你说过，我郭君贵已然是死了心的人。与李家衙内不同的是，今生今世，也不见得还能过上好日子。你若想图个富贵安生，我实在算不得良配。可之前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不过是两个命苦的人，缩在一团取暖罢了。我后悔了，不成吗？你，大王，东西班行首赵匡胤拜府。见过大王。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在家小乙哥，怕有些不合适了。少废话。深夜前来，若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赶紧滚回去睡觉。明日便要启程南下。敢问大王，朝廷是不是要南征了？你听谁说的？本来不想这些，不过白日里你在开封府里说的那些话，我思来想去，总觉得有些古怪。古怪？南唐也就罢了，吴越国中，现在是九郎在做主，若真有什么心腹话，说开了也是不打紧的。可你偏偏一句也不提的，说的都是些场面上的话。果然是瞒不过你去。果然要南征啊！看看这个，这是文博先生的手笔。读读看。夫唐纪之乱，在于军权之不彰；藩镇之祸，在于边帅之权重。自贞观以降，用人之道首重治道，德行荒废，肃正徒有虚名；治中枢则有效，察地方即无能。君主依赖边帅不为无因，朝廷封败节将，亦是恶果。